大家好，小胖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。这次要讲的故事啊，叫做厉归真学画虎。厉归真是我国古代知名的画家，尤其是擅长画虎。为了画好老虎啊，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高山密林，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深山画虎的故事。先生，那是什么呀？真好看啊！真可爱呀，先生，可以给我画一张吗？当然了，老师给你画一张更可爱的。多谢先生。真好看，太像了。归真呐，把画放在石桌上观看。知道了，先生。真好。太棒了，燕子都以为是真的。先生，您怎么能画得这么好呢？当你们背书的时候，老师就照他们画，日久天长也能熟能生巧啊。先生，我也喜欢画画，可就是画不好。你都会画什么呀？我会画牛，还会画老虎。你见过老虎？画画不能凭空想象，我天天都在观察它们的形状神态，在画画的时候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啊。可是我就喜欢老虎。先生，您见过老虎吗？没有，我见过老虎的师傅。什么？老虎也有师傅啊？对呀，猫是老虎的师傅，他向老虎传授了许多本事，只有爬树的本领没有教，所以猫爬到了树上。归真，吃饭了。谢谢妈妈。归真，你又画什么了？让我们看看。你画的是老虎吗？当然了，你看那身上不是有老虎的斑纹吗？可是不太像啊。哪里不像啊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没别人画的威风。你这老虎生病了吧？你这个猫捉老鼠还挺像的。什么猫捉老鼠？明明是饿虎扑食嘛。要向大自然学习，用心体会。对，不能照猫画虎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好，我是这里的猎户，小娃娃，你来这里做什么啊？画画。画画？学习画老虎啊。哦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老虎是要吃人的。只要能画好老虎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可是一次都没见过老虎。我们猎人追踪老虎是根据它的脚印和粪便，像你这样误打误撞是找不到老虎的，何况这样也很危险呐。猎户伯伯，我要做最好的画老虎的画家，可是见不到活老虎，我怎么实现我的愿望呢？猎户伯伯，求您帮帮我吧。哎呀，你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孩子呀。好吧，看你如此诚心诚意，我就答应你的要求吧。您答应帮我了，猎户伯伯。我只有答应你，你才不会乱跑啊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家准备一下，明天到我的寨子来找我，可不要一个人瞎转了啊。桂珍，怎么才回来？妈妈都急死了。妈妈，我今天上山找老虎去了。
啊！天哪，你不要命了！我跑起来像风一样快。对了，我今天还见到了猎户伯伯，他答应帮助我。明天我还要进山。住口！哪儿也不许你去。妈妈，猎户伯伯会保护我的。那也不行。啊！太可爱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猎户伯伯，救命啊！猎户伯伯。猎户伯伯，你又乱跑，不听话。猎户伯伯，我迷路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跑到这儿了。哦，是我误会了，跟着我，别再乱跑了。这几天有老虎出现，上面就是我们放哨的地方，你可以在这里观察。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。虎啸龙吟。这是虎头蛇尾了。小老虎终于得救了。画了半个月老虎，妈妈一定想我了，得回家。丽龟真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。他又游历了许多的名山大川，经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成为了画虎名家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我们下集再见。